嘿，大家伙儿早喽！4月7号星期日，但是今天是工作日，对吧？有时这一假期一调休就连着干6天，有的甚至干7天，有点累。但今天穿了短袖，真的暖和起来了，热起来了。菲比特的背心还挺好看，他们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说那就粉色吧，我觉得特别像有一年，就是那年 Nike 第一次出粉色，对吧？我现在听什么呢？我现在先停一下，跟大家说2句。我现在在听小宇宙落日赛道的播客，因为昨天直播有观众说请到了高驰的副总，还提到我这期134分钟，我今天听不完就得回去，我不知道在第几分钟提到我。我们看这儿，昨天来这儿了，回头给大家发影片。这个叫中大江公园，他们这儿还有南大江公园，就是东南西北中，全是樱花，还可以吧。今天带大家去看樱花，昨天去了拍摄不是太成功，今天再去。伤势已经好很多很多了，今天出门的时候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今天和明天还有2个训练日，这2个训练日巩固一下。看这个樱花树，早上起来好安静啊。昨天为什么来这儿呢？是因为昨天这儿有活动，有一个可能是春天或者樱花的活动。昨天这儿还贴的都是介绍的东西，活动结束以后就去掉了。去这个公园里转一圈吧。今天计划还是跑到10公里以上。这一片是给小朋友玩的，昨天全是小朋友们。昨天就在这个小凉亭，这小凉亭是他们的后台，来表演他们的传统剧。我有的是不太能 get 到点，因为毕竟文化差异还是，虽然说一衣带水，但是还是挺大的。正前方这个鳗鱼，吃鳗鱼的店，这家店它 vlog 评分特别高，但是我看第一等的时间长，第二有点贵，第三是周末好像它中午不营业。结果就吃了昨天直播里说的那个要多难吃有多难吃的咖喱。看这个小花坛、郁金香，还有这棵树。这公园不大，这种街心公园。今天一会儿再带大家去造币局外边那河边看看樱花，因为昨天直播的时候很多人说又要到比赛季了，因为下个周末还有15号那个周一是波士顿，然后紧接着又有伦敦，然后还有国内的好多比赛，全马、半马，赛前焦虑。今天跟大家缓解紧张情绪，我也没什么太系统的话题，咱们就闲聊天好吗？樱花满地的花瓣，这2天是满开的日子。还行哈。就这么大，这一公园转了一圈。有时候晨跑能发现生活中的好多不经意的小美好，比方说这种小公园，
跟白天完全是两个世界。白天不管有没有活动，都是挺多的人的，带着小孩的，还有老人在这儿散步啊。就这儿还没拆掉，就这个4月6号有茶道，然后有太鼓，这我还拍了，还有他们这个传统剧。晨跑就是能发现不一样的世界。这种环境，你看周围是住宅区和工作区混着的，也有办公室，也有居民楼，居民可能居多。太安静了，看周日早晨可以给他站在十字路口，看。因为周日他们还是休息日，他们没有这个调休这个做法。就这家，就你看前面这 logo 是个带着印度传统法式的一个大叔吃咖喱的。哎呀，怎么说呢？我只能说一言难尽。他评分挺高的，但是我发现在这边，如果看这边的打分平台，就比方说塔贝log这个，我发音不标准，应该是什么塔贝log，对吧？西餐厅和这种咖喱餐厅的评分跟我们的口味差距都比较大。像可能我觉得好吃的咖喱，他们的口味觉得不好吃，西餐也一样。这边看什么呢？比方说烧肉、拉面、乌冬面这些餐厅的评分都比较的靠谱。不成熟的小经验。行吧，一会儿咱们到了看樱花的地方，再跟大家聊。小伙伴们看，这就是昨天第一段停机的地方。我才发现它叫南天满公园水边的萨库拉回廊，萨库拉就是樱花，我们就去水边的萨库拉回廊。昨天就在前面看见的，拿着稳定器、拿着大相机的，我没注意是不是索尼，如果是那就是老法师了，对吧？今天感觉大街上比昨天人少，他们这儿一到礼拜天就特别安静，特别小的派出所。呀，那位去世的被通缉者终于从这个海报上消失了。他整个全日本差不多就这几个人。原来来旅行老能看到那位，因为他的面相比较好记，已经去世了，好像隐藏了自己好几十年。走，我们去水边回浪啊，它里边还有一个标，这也是一个街心小公园。好多鸽子，我们先看一段樱花，缓解一下大家可能为了比赛的紧张心情。他这儿的樱花推荐大家来赏夜樱，为什么呢？你们看这树底下都有探照灯，看了吗？它对每个树有调整，晚上开个灯特别好看，我来过一次。那我们就开启今天的赏樱之旅。
大家看我左手边这一片有围栏的地方，围起来的地方，里面的樱花比这边颜色红，是另外的品种，而且还没有这边满开，还好多花骨朵。那边就是大阪很有名的赏樱的地方，大阪的造币局博物馆。我们到前边过去看一看。这个地儿是要预约的，就是在樱花期间，现在已经可以预约了，不过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满开，可以再等2天。它就是一条单行的路，一直就是我这个方向走到从造币局的那个门，一直走到它的正门就结束了。去年的时候，在满开的时候来赏樱了，白天的时候人还是挺多的，但是因为它是预约的那种形式，它能限制住客流量。但是这么看，这个角度看不好看，反而是这边，大家看河边，远处日出的太阳。看河对岸的樱花，看水面的樱花的倒影，哇！还有跑步的人，对岸也是公园，这边也是。有时候实在很紧张、焦虑或者工作压力大，生活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在春天这种环境跑步还是挺好的。调节心态这个事儿呢，每个季节、每种环境都有自己的办法。像炎热的夏天和特冷的冬天的时候呢，是靠外界的因素给自己调节。什么意思呢？就是冬天多冷，冲出去，然后冻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然后你会觉得有一种拼搏后的或者拼搏中的幸福感。可能心情就会好一些，反正至少我是会好一些。夏天也一样，而春天和秋天就是最好的季节，不管哪个城市，当然热带国家可能不一样。在北京，春秋是相当好的季节。大阪马拉松就从这个桥上跑过，到这个桥上的时候还跑不开呢。最近又开始有比赛了，这北京的半马、上海的半马，还有波士顿，还有几场全马，各个城市，好多小伙伴都说报名要参赛。昨天直播有人说紧张、赛前焦虑，我这两天看了一个很早以前的节目，就说焦虑是什么呢？就我们人生面临着很多的不可知。如果你对一件不可知的事儿一定要知，就变成了焦虑，因为不确定要变成确定，并且这事儿又不能很确定的时候，往往是自己说了不算的事儿。比方说考试，比方说比赛，比方说像反正是有随机性的东西吧，不确定性的东西都会。面对比赛，就是我对成绩有美好的期望，但是我不确定能不能行，这就焦虑。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对成绩有美好的期望，这就 OK 了。在这儿拍个封面照吧，好漂亮啊！拍完了封面照，就说明您对成绩有期待，有美好的期待，那就是你有追求。其实有焦虑是挺好的，有焦虑没问题。赛前克服焦虑，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我不像大河原先生他们，因为他们参赛太多了，参赛多就自然而然的心理平静了。所以如果您
包括我对我自己说，我也希望说多参加一点比赛，可能会麻烦点，会累一点，但是呢，在真正有关键比赛的时候，能稍微心态好一些。不过实话实说，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你平常参赛那些比赛不一定不是关键比赛，你的心态不一样，而且你真的又要到了你的目标赛事的时候，该紧张该焦虑还是紧张焦虑。只不过其实我的观点是，我支持这种紧张和焦虑，而且怎么说？我觉得这种紧张焦虑是个好事儿，因为我看到有跑步啊，有的小伙伴，但这种小伙伴是少数，就是一直跑，一直都特别的有所谓的娱乐，然后当然我没有说这样不好啊，就跑几年都是这样，然后特别开心，然后社交做的也特多，然后就不是对成绩有太多的要求。但是我觉得昨天直播的时候有小伙伴问我对马拉松和工作怎么看，我觉得这两个都是给我生命增添色彩，让我去燃烧的东西，包括家庭、朋友、亲人、工作，还有马拉松，甚至是你玩一款游戏。所以我做什么事儿都特认真。这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就是我做的几乎每一件事儿，我不能说做到横向跟别人比有多好，而是我觉得你让我多努力做，我就能多努力做。我做到了不能严格意义上说叫问心无愧，而是我觉得我做到了我能做的几乎最好。那这些都会变成你的回忆啊。那回忆中，至少我的性格是喜欢这种回忆的。当然我说的那种比较佛系的跑者呢，他可能他的性格中是喜欢那种回忆。所以面对焦虑的时候，您这样安慰自己：您会焦虑，说明您是另外一种人，是另外一种要求，有梦想，就会有焦虑。没关系的，这些焦虑也会变成日后美好的回忆。我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最焦虑的一场比赛是哪一场呢？差不多是这场的大阪全马，还有上一次没有办成的北京的全马。虽然没有办成，但是这个回忆，尤其是北京那次，对我是有非常深的影响。那时候咱们频道还没有现在这么多观众，我也在坚持发视频。那时候感觉就不行了，因为当时为了这场比赛差不多准备了2年，也跟现在比训练不算很严酷，但是呢跟我那个时候比，那是我刚开始很努力训练的2年，身体压力也大，心理压力也大，各种压力，再加上呢又控制体重，因为要比赛了，吃的又少，碳水又少，又不快乐。那段时间简直就是持续了将近3周的就要死要活的生活。现在想想也挺痛苦的，但是它给我带来了什么呢？就像我昨天说受伤摸索一样，它给我带来的是我痛苦的底线。到这次大阪的全马的时候，我虽然还是焦虑，但是我好了很多。就是我发现我没到那程度，我没到那次北京那次比赛的那种焦虑的程度，我还没到那个底线。那这就是坏消息中的好消息，或者都不算坏消息，就是好消息。这时候你会发现，我是不是比那时候面对比赛更从容了？我是不是
心理更强大了。这些东西再一暗示您，再有一个心理暗示，整个人就好起来了。所以面对赛前的焦虑也应该珍惜，并且就像我拍视频一样，我一开始拍视频的初衷特简单，就是想能够把有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跑步的时候的一些怪想法记录下来。我也想一直能让这种形式保持下去，就不去找什么所谓高大上的话题，我也说不出来，我就说说我奇怪的想法。大阪城，比方说跑到这儿，我有时候跑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会想2018年来大阪旅行，住在新大阪那边，离这儿跟我家是2个方向。第一次来大阪城就是这么摸索着来，对面那家跑步服务站就是当时的换衣服的地方。在这儿看到大阪城跟现在是一个心情，这样就有那种隔空对话的微妙感。所以这一周如果大家有比赛，就是今天是周日嘛，下周日就是比赛日，不妨呢去跑一跑您觉得能给您带来一些心灵影响的路线，不用太去追求成绩了，也不用太去追求速度。有小伙伴也咨询说下周有比赛了，这周怎么跑，这周末怎么跑，或者今天怎么跑。如果您下周是全程马拉松的话，那今天周日是最后一个跑强度的日子了，可以跑一个10公里左右的强度来拉一拉自己。然后之后就是赛前2-3天跑几组短距离的冲刺就好了。如果是半马无所谓。你看，我是第一次从这条路来大阪城，这儿是第一次，原来跑过来就到了这儿。这种感觉就挺奇妙的。而且为什么会焦虑呢？我有时候也这么评判，就是因为一般从赛前1个月我就开始减体重、控碳水，一控碳水人就特别不开心，而且没劲儿。昨天也有小伙伴说碳水吃的少，跑起来没劲儿，生活也不开心，怎么办？经历过这种赛前大的焦虑之后，现在我再判断，那我就不担心这个事儿，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你只要选择去控制碳水，这些都是在预期内的。因为某一次的经历，比方说那次的经历，让我知道这个是在预期内的，那我就不害怕，不慌张。我跟自己说，也跟那位小伙伴说，你这些都是有头的。您下周比赛完了，或者说你这段时间的体重控制结束了，你也可以慢慢恢复，因为没有人可以把一个极端的状态变成可持续的。无论是跑步的长短，训练的强弱，体重的增长、增减，都是螺旋上升或者螺旋下降的。这段时间可能差一点，下段时间好一点。要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好。就像音乐之所以美丽，也是因为有阴阳顿挫，有高低起伏。看大阪城一下变成了夏天的大阪城，两边的树都是银杏，然后那边是樱花，左边是桃花。今天给又要进入赛季的小伙伴们打打气。你看我的伤也好很多了，持续了1个月，最严重的时候走路都不行了。那次发那个视频去京都御发神社，走那个下坡
每一步都是瘸的。那我也焦虑，我特别焦虑那个时候。但是走过来了，你会发现，不光是身体，心理也强大了。行吧，给大家加油！今天又是水水的一期，咱们训练结束后再见啊！4月7号星期日清晨6点58，训练结束。今天可以说训练了，第3个训练日。今天跑了15公里，平均配速虽然只有5分10，但是从第2段录像结束到回来，基本都在4分20以内。伤情没有，几乎没有再复发，会有一点点别扭的感觉，但是跟之前那个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之前那感觉就像我前2天描述的，就是异样感。你看我这戴眼镜就会，你们看这个眼镜就会有起雾，所以我其实不太推荐比赛时候戴框架眼镜，你就戴隐形就好了，因为会有各种意外。像这起了雾你也擦不好擦，尤其是你在高速比赛中，对吧？你们这个背心菲比特这个挺好看的，我真实照镜子或者别人看会比现在好看，为什么呢？这人上镜都会显得更胖一些，尤其是你们看镜头里那些专业运动员那么漂亮的身材，如果在现实中看到会更加漂亮。我就够瘦的了，但是你看我在镜头里看到我也觉得挺魁梧的。但是实话实说，我不是那种就是瘦长条那种身材。这个镜头是没有广角畸变的，不是360那个，所以它反映的还相对真实。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赛前焦虑，但是呢，我不是说我听那个落日赛道的高驰那个副总那一期吗？当时聊的时候还没听多少，我现在听了大概有1个小时，那期节目特别长。我和双月老师有过一次见面和交流，我给高驰提了好多，就反正站在我这个角度上，我这种工作性质、知识背景的角度上提了一些小建议。然后我听到他们聊，跟赵可老师、跟刘铮老师还有几位小伙伴聊，我觉得好像，我和赵可老师第一次沟通是我看到他去测最大摄氧量，好几年前。第2次沟通是他看到我测实时血糖，就我们真的是那种我觉得是挺较真儿和严肃的跑者。他跟我听到心率带了那一段，现在就高驰这个臂带，我原来也是只带胸带的。第1款臂带是 Paula， 是那年夏天进入夏训特别热，因为开始跑量大了以后换成了臂带。那时候我对臂带还是有微词的，然后后来你看现在已经不带那款了，只带这个。我觉得这期节目大家可以，如果您觉得自己是严肃跑者，不管您用不用高驰，听不听落日赛道，穿不穿他们的落日赛道的衣服，我觉得都可以听一听。好多想法真的和我就我和人家挺不谋而合的。不客气，就是不谦虚的说，就是这样。我觉得说的挺好，我打算下个周期的第1个训练日跟大家聊聊我看待的高驰，还有落日赛道我也有他们的竞速背心，下次穿，还没拆封呢，这边比北京热得慢。好吧，那就这么着。明天是第4个训练日，照惯例回复评论，回复弹幕，有什么想聊的大家发评论，尽量发评论，如果不涉及很隐私的问题，因为私信我确实弄不过来，因为私信有特别多那种，就一句话说商务合作方便留微，然后呢也不知道，还有特别逗，我跟你们说这个，回头再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行，今天挺开心，基本上伤康复的不错。好吧，对，还说这个菲比特这衣服，这裤子，看，为这个小宇宙这个播客呀，我觉得有个小不成熟的建议，应该把 Apple Watch 做上，你看喜马拉雅什么都有，所以今天我带了手机，你看手机是在这个口袋里，还行啊，很稳妥。但是我的不成熟的经验是把手机的屏幕那一面朝外，不管你搁哪个兜里，要不然出汗有可能就误触了。行，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一起加油干。我努力养伤，大家努力训练。有比赛的小伙伴，一切都好运。可能今天都有正在赛场上的小伙伴，隔空给您加个油。咱们明儿见。